在 ECG 作品里，蓝色是一个危险的颜色，这基本上意味着下半辈子已经逃不开被迫害的命运，差点都没事就变作成着玩，或者一言不合就睡上几年，混得好的也只能屈居个万年老二的位置。平常3节开 party， 你永远是不到场的第4人。变形金刚作品里面也有一个万年二哥，即使到了美版权的第3方这里，钢炮副总这个土味含量爆表的职位里，他们还得强调你是那个副的，你就品吧。盒子挺大一只，就是 AI 味有点冲，不如做个纯黑的盒子对冲一下破坏蓝。左上角大件事 logo 还得拉上 TFC 进场，生怕你们以为他们是勇闯变玩地狱团队副本的摩西过魔场。除了说明书外，还给了一张光山卡，对应2种不同形态，张大头看了都把持不住。主体超大一只，到头顶27厘米左右，最高处能到35，无疑又是对坠子的一次重大挑战。在 LDW 漫画的底子上，明显吸收了雪豹铁技巧的风格，美型度修的已经挑不出毛病了。在调教变玩厂商审美这一块，铁厂真的功不可没，还不说一句谢谢老铁。背后车头变成的小书包，大小在合理范围内。我一直说变形金刚不怕有背包，有一点其实反而挺好看的，这点感觉做大了，也不是变形第一结构，小小的一只舒适下就好了。就这么大，是怕姨妈漏到椅子上吗？看着官方 AMT 系列的大热，第3方厂商终于大量跟进漫画风格加高美型度的产品，让我这种漫画时代的老登不禁感慨活得久真是一件好事。没办法，这种玩具我是实在没免疫力。来吧，枸杞泡水喝起来，再出还卖。玩具基本做到了轻便的全覆盖，起码往这里一站，也能让完全不懂玩具的人感叹一句：这估计不便宜，起码得200。漆面虽然没有明显问题，但也没有脱离一般变形金刚厂商的贫困，小瑕疵还是存在的。尤其是我的这张脸，装修师傅要是把我家墙抹成这样，我肯定是不给他接工钱的。好在大师傅的售后不错，做灯不见。另外就是这张脸显得有点幼态，看着真像是某个少年团的当红练习生。还好另一张置换的怒吼脸光泽好多了，不然我真怕给他一拳，他能一刀掉。好点大块的透明件，透光系数不错的。口灯的点亮，自备 CR927一颗，身上所有灯光都是一下点亮，2下闪烁。但是哥，你眼睛闪成这个样子，就有点大手不必了吧？可连奥特曼也只是闪个计时器而已。时间久还会自动关闭，谢谢大僵尸贴尔哥上电。点亮眼灯后，侧面的耳朵都在亮，一旦接受了这种设定后，还挺带感。另外就是眼睛虽然很亮，但是眼镜透明件内部没有细节可否，略显单调，或者加一层滤光材料，让发光效果更均匀就好了。天盲使用了业内比较流行的半套模具的省钱做法，这2侧是相同的部件，这就导致了2侧卡扣的造型不一致，非常影响强迫症的身心健康。天炮虽然也是同样的零件，但好歹螺丝孔是在侧面，平时很难注意到，下次成本不要省在这么重要的地方。大将是通天小的重要卖点之一，就是大量的联动机关。天炮可以折到前方，打开联动，点亮灯效，模拟开锁的效果。依然自备 CR927 2颗，就是这电池仓有点远，前方的亮度实在是不够的。天炮的联动还有胸口2侧的联动，不像侧面的火炮那样有明显低位感，把玩起来手绘度还是差点意思。联动效果最好的还是这一块开胸联动，发件帅还真是位亚萨系的家伙，弥补了2哥没有能源宝的遗憾。所以你为什么要在包装上强调那个副的？能源宝会随着联动被推出来，效果真的很棒。能源宝也可以点亮，自备UG1 2颗。金属的能源宝拿在手里沉甸甸的，这就是顶秀的重量吗？造型做的也不错，只是同样图人的处理有点简单粗暴。不点亮的情况下，里面的电池仓一览无余，天之小波塔科技产物了。胸口联动打开后，练习生弟弟帅脸会被挡住。我看大将士是欠妈妈粉出评论区了。如果全身的亮灯机关能做成有的成品机甲那样的联动自动开灯，那我妈的啦，愿称它为最强。因为又大又重，所以拿在手里摇摇晃晃，总感觉表现比较散。我打这摇摆拳会不会影响他们销量？合同方面，头部中规中矩，肩膀有齿轮，肩膀有单独可动关节，避免和脑袋畸形起波。变形对不原因，肩膀能拉出来，移速到可怕的角度。至于丑不丑，你就别管了。那难听的摩擦出是在刚带来的安心感，我测跑道能力流。曲轴角度超过90，挡肉只能说是努力过了。
手部五指可动，有穿轴。2026年呢，可动手部穿轴的流氓行为，第三方里大概只有狗操的 O2 等停止点做出的。腰部有不大的弯腰范围，已经可变，有足命令的强。倒是可以左右弯腰比较惊喜。前胸甲球关连接，次挺甲则选择做到了大腿上，可能是出于腰转和美型的双重因素考虑的。一旦看顺眼了，也就不会觉得不顺眼。大腿主动的持距略有不爽，但还算合理范围，没有这 NTG 17分的绝世好活。侧挺能表演一字吗？前后缝动非常紧，甚至让人担心齿轮会有损坏的风险。有能力的还是自己换个松点的弹簧吧。没有下拉关节，说点可惜。大腿根部旋转不受造型影响，好评。膝盖弯曲90度，解锁后 BOSS 进入2阶段，到达145度左右。再解锁后面的盖板就为3阶段，大腿及小腿。脚踝挡肉垫不会干涉可动，脚部前后范围略小，但接地范围不错。脚掌一段单独可动，脚底板光秃秃的，跟我的油腻老板的脑门一样，感觉应该做点纹路，又防滑又美观。好看，脚掌很大，站立性没问题。配件给了一把大枪，造型比较简单，也没有什么变形机房，甚至发光机构也没有，只是后面塞了块磁铁当磁吸灯的开关，属实有点浪费。这把大锤就有点嚣张了，长度和本体差不多高，造型虽然不错，但和大枪一样的问题，这么大一坨也有激光和灯效，有点浪费。哪怕后边的推灯器里塞俩灯都是极好的。锤头很重，好在握柄部分用料不错，应该不会断裂，大概吧。好了，开始变形。
变形完成。整个变形过程还是比较简单的，能看到很多童年小玩具的影子。这么大的玩具变形还是简单点好，不然基本就没有把玩乐趣的。外星科幻载具我也是挺喜欢的，越看越生眼。外星逻辑能自圆其说，不强行变形就好。跟老演员 SS 巴黎大哥做个对比，负的碰上一把手了。轮子是合金轮毂加橡胶轮，飞很顺的。变到位了也能全部接地，那群变态一样的推车狂魔乐坏了。这头部分有一定的转向范围，不过不推荐乱玩，容易刮到隐藏在这里的练习生的帅脸。半套模具的缺点在车型上的最后，两个侧方的肩炮，一侧是1G0，一侧只能0G1，这二哥真是攻守兼备。大枪和大锤也是能收纳在载具上的，大枪还好点，大锤要打开卡盒后再装在这里。不知道什么人会觉得这么大一坨搭载上去会好看。打开侧面和后方的盖板就能实现上后模式。感觉有点没皮割冷嗓子了。有这个成本，不如用来优化下侧方，形成一个完整的盖板，让车型一体性更好。哪怕是用在你的半套模具上也是极好的。大灯是通天小，虽然身上有不少地方让人觉得设计差了点心思，但超高的颜值表现真的让我这种颜狗无法抗拒。只要做得好看，就会有人买，是别玩车永远不变的真理。何况它本身的素质也是比较高的那一批队。喜欢这个风格的，必然买就对了。对了，开家第二款产品是六面兽，我说什么来着？被迫害就是蓝色家伙逃不开的命运。等出货了，高低得摆个死亡美场面。好了，我是树熊，不是熊。娱乐玩狗，不要当真。大家下期见。